大家中午好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025年8月14日13:03，这里是交易修行成长驿站。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，切记一定要听清楚我的方法论。我这个频道呢，讲的是标准化交易，也就是预判未来的可能性，然后准备好各种可能性的应对策略，然后在最佳的买入点进场，然后把反方向的可能性想好，把止损设好，这一系列动作我将它定义为标准化交易。那好，这两天挺热闹啊，尤其是比特币再次创造历史新高，早晨破了新高，也就是把之前的这个高点这个点给突破了啊，123180这一线突破上去，现在在有一个回调，然后成交量呢它还是没有放量啊，还是缩量上行，所以我预判大概率走到这个14万的可能性非常大啊。这个是早晨起来以后我截了一张图，其实这一单我是之前在这个附近10万左右的附近做的多单，看我的频道之前有记录啊，多单做了以后止损，移动止损，然后等到了这个点上升通道的下沿这个位置以后再次开多，然后目前拿到现在啊，然后现在可以把止损位再次提高，可以放在大概这个位置啊，117800附近。也就是说什么？把这部分的利润先锁定，然后这部分的利润呢，不急着去平仓，因为啥？它大概率还会继续向上，这是我的判断啊。如果它没有继续向上回调，那好，我愿意把这部分的已经产生的利润作为保险博这一部分利润。反总之这一部分利润我是已经确定拿到兜里了啊，因为怎么样设了移动止损，这个就是标准化交易啊，我定义的啊，没有人这么说，因为我判断未来的行情是不可预判的，预判不了，只是预判大概率的可能性。那好，我能选择什么时候进场，然后我也能选择什么时候止损，最大限度的锁定风险，以及我能承受的亏损范围，这个才是明确的亏损。所以总结一句话，之前也反复强调过，盈利是运气啊，市场给你了，所以你能赚到。亏损是什么？实力。你能亏多少？你能哪个节点进场？这个是凭本事、凭实力锁定风险啊，所以这一部分是能力，不是方向预判。我胜率有多高没用，你得讲究你的盈亏比，你进场的点位有利于止损，止损的部分很小，但是你的预期很大，这个叫盈亏比。但反复这种交割单过程当中，很多进场时机它不一定准确啊，所以你是相对小的止损出局，止损出局总是这样啊，所以最终导致怎么样？你的胜率不见得高，但是你每次止损的时候比较少，所以你的盈亏比就出来了。简单算一个账，每次我都算亏10块钱，10块、20块、15块、10块，我来一赚100，你的胜率不需要高啊，你要的是盈亏比。那好，比特币部分我们暂时聊到这儿，我们再看一下4小时的 K 线图。4小时目前如果它这个位置要是回调下来，顶背离可能就成立了啊，但问题是它没有成交量，刚才我讲了，一个是没有成交量，还有一个泡菜指数还是继续往下掉，
说白了，在这种历史高位，大多数散户他是不敢进场的啊。越是不敢进场，大手很容易推上去啊，没人敢接盘，没有卖单，也没有买单，自己对敲它就上去了啊。就这个是真正的本质逻辑啊，不是买的人越多它就一定会涨，不是。然后这个节骨眼它假设要回调了，很多散户又进场了，就觉得是什么，终于给个回调我可以进场了，但有可能怎么样，这边已经是山顶，完全有可能。但我说的不是这边一定是山顶啊，我是说这个逻辑。完了，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以太坊。以太坊值得关注的点是什么呢？走到历史高位的附近了啊，我相信这次应该能冲上去，或者是一次突破，或者是再次碰到阻力，再次回调，完全都有可能。这个重要在哪儿？21年的高点，以太坊现在才要尝试突破，比特币不是啊。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21年的高点，它24年初就已经突破过去了啊。所以相比比特币，以太坊这2年比较被人骂的比较惨啊，投资收益率也不好，然后还有它的这个中心化，完全去中心化变成部分中心化，很多问题。然后这次没想到又开始上来了啊，而且最近这段时间上来的幅度远比比特币要强势的多啊，非常强势。然后带动了一些其他这个山寨币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黄金啊，黄金我之前预判的是它能有一个三角震荡，然后继续向上，但没有，它破位。这次这个地方破位上来，这又破位，现在好像是在做测试啊，所以这个位置我们可以选择做空，止损做空。但与此同时，跟黄金这一段时间走反向指标的黄金疲软，但是纳斯达克呢一直向上冲啊。那成交量呢整体也是缩量啊，在这个位置有这么多量的接盘，然后一直缩量上行。但整体按大的这个逻辑看啊，A、B、C、D、E 也不是没可能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观望。做短线的话，把止损位设好，打开，很有可能是测试再往下掉一次啊。这样的话，之前的 A、B、C、D、E 的三角震荡它就不成立了，不是这个三角震荡。好，也就这些啊，这一期就分享到这儿，希望大家交易顺利，多多赚钱。我们下期再见。